那時候在金龍山呢，拍完照之後，我想說，哦 ，OK， 琉璃光拍到了，差不多就好了，不要再拍到追求完美了，因為我覺得很可怕。只要每次我的那個攝影機啊，我的相機一關掉一按，整個黑到爆，那真的超可怕，因為是完全沒有光的，尤其是在山上，我自己越想越毛，然後感覺好像有視線在盯着我這樣，然後就超毛到最後受不了了。去看一下，我们好像看到什么不得了的東西了。什麼？好神秘哦！怎麼有人在親親？我是不是闖入他們親親的那個？我講的是這個啦，這個很奇怪啊。這個是不是那個巨魔啊？我們在那個丹麥的自由之國有看到巨魔嘛？那這邊又看到一個巨魔了，他們這樣看的景色真的蠻美的哦。這個是在拜他他是俯首稱神，称臣，對這個巨魔參拜。這個晚上真的蠻可怕的，我在這邊我會怕，真的會怕爆哦。這有點讓我想到我之前自己一個人跑去金龍山，騎腳踏車不是騎摩托車，夜衝金龍山，從台中一路騎到那個金龍山。金龍山那是哪裡啊？南投了，騎到南投，徹夜騎過去。我也不知道我做那個動作是什麼意思，反正就是突然覺得想要做這個動作，沒有冒犯之意啊。大妖精，請不要懲罰我，我很怕。我們剛才講到哪裡了？夜衝金龍山，然後因為那時候我很迷攝影，我就喜歡拍日出跟日落，所以呢，那時候我白天先殺過去拍了日出，晚上的時候呢，我會去拍日落，然後因為拍日落拍到最後是太陽就不見，就像現在這樣子，慢慢的越來越黑。然後那山上有個涼亭，我就在那邊等夕陽，因為我想要拍琉璃光，就是它。城市燈亮起來之後呢，散發出來光芒跟那個山會產生一個非常漂亮的景色。那我就在那邊調我的相機，單眼相機的 ISO 值啊，曝光啊，要曝光幾秒啊，光圈大小啊，各種弄着，搞到最後一片漆黑，然後再拍琉璃光，越拍越害怕。我每次那個相機的燈光一熄滅之後啊，內心的恐懼就是大概100%吧。真的快要嚇死了哦！這個夕陽無限好，反正很恐怖啦。我看到了，我要草草收尾剛才那故事了。剛才故事不繼續講下去了，因為我找到妖精了。我們找到妖精了，在前面，我看到了他們的光芒 ，very light，very light。很漂亮哦，它有很多顏色哎，它現在是紅色的，然後它又有一點紫色，然後它又又變成橘色的了，變來變去的。我闖進內褲森林了，快看這全部內褲，這是內褲之路嗎？這裡面全部內褲，是內褲的幽魂的所在嗎？所有死掉的內褲都會來到這裡。哇，這個天色再暗一點的話，會更有意境哦。你可以感受到這些內褲的那個心理狀態，像那個有破了一個洞嘛，各種內褲的心情我都感受到了。在這裡，我感受得到所有再見的內褲的心情了。看得到這些內褲有多麼令人感覺到那個嗎？哪個你知道嗎？這些內褲，真的很多內褲，而且它們都是白色，毫無意外的，毫無例外，全部都是白色，但它漸漸被染成黃色，因為自然界，而且有點黃綠色、黄綠的，黃綠紅這樣子。這些內褲，他們內心的世界
就是被穿過，然後弄到臭，然後可能被丟了，就或是怎樣，就生老病死嘛，然後就被掛在這邊，很可怕。好，我們继續看我們那個 Fairy Light。我剛才不小心被這個內褲之路吸引過去了。我們去看我們 Fairy Light。Fairy Light，I'm coming。一般來挪威絕對不會像我們這邊走那邊看什麼內褲之路，我們都是走這種奇葩景點的，很不一樣，對不對？因為我是 No Plan Man 啊，我是來到這邊才開始在想說，我哪裡可以去？光是要把這行程串起來，我都已經去掉半條命了。到底要怎麼繞進去啊？這邊都被圍起來了。其實我沒有想着要來健行怎麼那麼喘啊？這麼就是完全在爬山了我。這就是挪威 style。你看他們這些中古世紀的人，有沒有都會來這個森林裡面做一些祭祀啊、魔法啊，所以才有這麼多神秘現象發生。到底要怎麼過去啊？那又是什麼？那是一個藝術裝置嗎？哦，原来是一棵樹倒掉啊！对啊 ，No Plan Man 啊，我是沒有計劃，我把這些行程串起來都不得了了。我那時候我就在那邊選說啊，我要去哪個國家那邊選，挑，然後就挑這些，然後直到我要把它串起來的時候，發現說 What the hell， 太難了，而且我才花大概9天我才花9天這個9天之前我在幹嘛？我也不是在混哦，我是很忙啊，我在那邊那個7月份的時候，濟州之旅我在那邊剪片啊，剪完片之後回来還不得休息，還有什麼那叫什麼？酒展，然後去酒展，然後酒展回來又剪片，又剪酒展片。哎呦，這晚上不嚇死誰？這絕對嚇死的啊！你不嚇死嗎？我都有點怕了。不過他確實有點，北歐的人的身材，但有點亞洲人的面孔。Walking women， 我也不知道我為什麼要這麼做。我們終於到了，就在前方。Fairy lights, fairy light, just in front of us. Somebody says it's a mystery in the forest. A lot of kids get lost here and never returned. 哇，太美了啦！太美了。We have it here, but not at times here. We have 它的颜色是不断在变化的，然后它背景乐蠻空靈的。因為在這個大自然裡面，它的這些光，還有樹葉隨着風搖動，可以聽到樹葉被風吹過的聲音。這些光芒也是會隨着風這樣輕輕搖擺，感覺好像有靈性的存在。離場。現在時間晚上9點，我們要往回程走啦。這就是今天最後的一個景點啦，各位戰友跟我可愛的我自己。今天也是過了一個精彩的一天啦。那要繼續講我剛才那個金龍山的事情嗎？反正那時候我就覺得越拍照越毛嘛，然後我就趕快下山，因為覺得太黑了，而且旁邊完全沒人那種哦，不像這邊還有一些人跟我一起在欣賞那個氛圍，一起看那個 Fairy Light， 妖精有啦，我們算有看到妖精了，大妖精女王。好。
在那時候在金龍山呢，拍完照之後，我想說哦 ，OK， 琉璃光拍到了，差不多就好了，不要再拍到追求完美了，因為我覺得很可怕。只要每次我的那個攝影機啊，我的相機一關掉一按，整個黑到爆，那真的超可怕，因為是完全沒有光的，就是在山上，我自己越想越毛，然後感覺好像有視線在盯着我這樣，然後就超毛到最後受不了了，整個全身都癢起來，我就覺得不行，我要趕快回去了，那我就下山。然後下山的時候，因為金龍山它不是路是一直繞的嗎？然後我就騎摩托車在那邊繞啊，我是覺得好像騎了100年呢，繞不出去，我想說怎樣鬼打牆哦，超恐怖的。不過最後還是繞出去了，結尾很驚奇吧？突然繞出去了，沒事，哈哈。一點天使都沒有。這個 volcano man， 前面還有一個奇怪的雕像，我們去看一下奇怪的鳥雕像。它好像鳥，又像蝴蝶，又好像有2對乳房。他剛剛說什麼？这個地方呢，我覺得大推，我真的覺得很棒。如果各位你有在奧斯陸的話，有一個閒暇的夜晚，推薦你來這邊看一下。從市區過來蠻簡單的，不難，只要做好心理素質的準備，就是不要被那個什麼山怪啊、山妖嚇到，巨怪巨魔，哦，那你就可以來。晚上來沒關係，因為你看9點了，天還是亮的，太陽都還在上面呢。不是有人說過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嗎？我認為歐洲國家可能只有北歐吧，我也不知道。那黃昏超久的，超級久，對不對？是不是真的是這樣子啊？被我觀察到了這個現象。那黃昏真的無限久哎。下山，這是可以開的嗎？真的耶，沒拍到。算了，不要亂摸。去的車要坐那邊，差點就等錯地方了。還好車還沒來，他應該會遲到。發現這邊的電車好像都蠻容易遲到的。在2分鐘到，遲到3分鐘左右。電車來了，他來之前這個鐵路被擋起來，然後叮叮叮叮叮，就是因為他來了。應該就是13號了，我猜。兩邊都有哎。一個13號是繼續往上走，一個13號是往下去的。我們是要往下去回去市區的，非常簡單。它這輛車這個讓人家不會坐過頭，是因為左邊它就有跟你講說哪一站是到哪一站，然後中間的話是現在是哪一站，所以每一節它都有，每一個乘客都可以清楚看到，不會說有些人坐的位置看不到。這樣的設計真的蠻讚的，而且它到站它只會說這個站名，所以它也不會講多餘的話，讓你更容易去理解說在哪裡。前面有個神秘紅色雕塑。越走越怪，走錯路了。我怎麼老是在走錯路啊？哦，不過走錯路也讓我看到風景啊，好美啊！照顧自己的心情是很重要的，就像哄女朋友一樣，你要哄自己啊，抱自己啊，說哦沒關係，你很棒。不然誰來抱你，誰來哄你啊？我以前在迷攝影的時候啊，我最喜歡像這種日出或黃昏時分，因為它這邊會有所謂的魔幻時光。就是你所有的拍照的景色，它會更增添一些層次感，那個光影會特別好看，所以我很喜歡在这種時間拍照。以前我旅行的時候就順便拍照，一邊旅行一邊拍照，創造了不少動人的作品啊。不過後來我就沒有再迷攝影了，因為我覺得攝影機好累哦，因為不是攝影機很累，是相機拿着很累。我那時候出國旅行是帶2個相機的，一台大單眼，一台小單眼，然後還有好幾顆鏡頭，然後重的要死，背在路上在那邊走。那時候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攝影。我覺得我的興趣一直在改變，然後後來我就不喜歡攝影了，也不是不喜歡，就沒什麼在拍了。然後很幸運的把那些相機什麼都賣掉了，二手價便宜賣。現在比較熱衷於做 vlog，
因為 Vlog 蠻有趣的，在看這個 Vlog 的同時啊，我會覺得很能夠瞬間回到當初的那個情境，比照片更有臨場感。所以就是為什麼我開始喜歡做 Vlog， 做影片，然後上傳。這是我覺得蠻棒的一件事情，又可以分享我的所思所想，把我的存在證明出來。應該沒有再走錯了吧？這應該對吧？什麼？我走錯了嗎？怎麼這樣？哪那麼好走錯的啦？不過這裡蠻熱鬧，不然順便看一下。說要回家，結果一直在那邊亂逛，到底要逛去哪裡啊？哦，這邊熱鬧是因為有那個 pub， 大家在喝酒。有時候對自己太好，還是會一直犯錯哈，連續犯錯，常。連續出包，剛才應該有個轉彎，我忘記轉了。好，那各位戰友們，現在時間10點35分，我們已經退房了。那晚點會再回來重新 check in。我們現在先去雕塑公園。今天就如我們昨天所規劃的，會是一個城市探索之旅，但是會多多利用電車，因為我們的電車到下午4點半。結束，因為我昨天買的是24小時的，表示我們還有將近6個小時的時間可以使用這個電車票出發。天氣很舒服。我真的覺得有一個討厭的地方就是什麼，你知道嗎？就是在這邊挪威他們的服務人員真的很浪費你的時間要花掉我超多時間的。我是說我要 check out， 然後 I will check back in because I book a 4-bed dorm。For 1 bed， 但結果他跟我講說什麼 ？Let me check for you， 就那邊 check 半天浪費了大概5分鐘吧。然後就最後就跟我講說，好，那你就回來的時候再 check in 這樣子。就跟我講好，浪費我的時間。這種會不會是台灣人的心急在作祟？就是我們會覺得說服務就是盡快，就是不要浪費很多時間。尤其他是那種弄半天又沒有給你一個結果的，會讓你感到沮喪。我就是感到了一些沮喪。這邊有 Joker， 順便去買個喝的。我今天早上我那個水瓶啊，一路跟着我們從英國到這邊的水瓶，既然因為它很容易沒鎖好，就它漏水漏了我整個包包都是水，我覺得很難過。Joker 買了一個29挪威克朗的果汁，實在不便宜吧？29是多少錢？339哦，80幾塊台幣。好，我查到了，12跟15號我們都可以搭去那個雕塑公園。雕塑公園呢，也是在挪威奧斯陸這邊非常有名的一個景點，很多人都會特別去那邊看那些雕塑。然後那些雕塑呢，甚至因為它雕刻的部分有點可能引起了爭議所以說也是被有些人所批評的哦。我們12號到了。到了，上午11點整。前面這個就是雕塑公園了，它超級大哦，它真的超巨大。我們可以在這邊可能逛個2個小時吧。然後我們在哪？我們應該在這附近，對，我们在這。你看它這麼大我爸很討厭小孩，覺得小孩是累贅的一個雕塑，臭小子踢開。它有男生跟女生交疊在一起，然後也有小嬰兒。各種交疊疊上去。Nudist Beach， 這不是裸體海灘吧？我不能過去了，各位，那邊是裸體海灘，他都裸體，我看到有些人裸體了，我不能過去了。携擁而下 ，Mickey 沒有回頭路，感受時間翻滾的流速，不問明天。這是命運的轉輪，抓住此刻，夢想交織的藍圖。スタートです。